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丁志。今天给大家来接着上期的教程，做 Hexel 的主题安装和基本的配置操作教程。老规矩，我们先到博客看一下文章。因为这期教程是接着上期的 Hexel 搭建教程做的，所以如果还没有部署好 Hexel 项目的话，需要先去跟着这个教程完成搭建，才能跟着我们今天这期的教程往下走下去。OK，如果喜欢我这类新手教程和网络技术的视频的话，希望可以帮我点个关注，支持我持续更新更多的内容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实操教程。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Butterfly 这个主题。网上 Hexel 的主题还是比较多的，我今天选择这个 Butterfly 也是算是比较热门的一个主题，主要是它的官方配置会比较详细一点，这样的话自定义起来会比较友好。OK， 那我们直接开始安装。我们先来打开这个命令窗口，我们先到 Hexel 的根目录下面去。我这里直接创建在了这个根目录下面，所以我就直接到这个下面了。你们根据自己的目录情况去到根目录下面去，项目的根目录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去运行安装命令。这里的话提供了两个链接，一个是方便国内用户使用的，另外一个环境好的话就用 GitHub 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用这个试一下，再根目录下去安装。OK， 安装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里的话，它应该就会有一个 Butterfly， 这边有了，就说明安装好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先要去应用一下，这个主题。我们要到这个配置文件里去配置一下。我们可以通过记事本来配置。我们来搜索一下主题。OK， 在这里，我们把它改成 Butterfly。看一下，应该只有这一个地方。OK， 没有问题，我们保存一下，关闭。然后接着我们来安装一下依赖。OK， 安装好了之后，这里我建议大家把 Butterfly 主题的配置文件单独的放到 Hexel 的根目录下面去，这样的话，后续你在升级 Butterfly 主题的时候不会有其他影响。另外的话，你的主题能同时去覆盖掉它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来实现。这里用错命令了，这个 CP 是Linux的，我们这里应该要用 copy， 改一下，到时候我把文章中也更新一下。命令语法不正确，我们来改一下格式试一下。OK， 这里就成功了。到时候我在文章中把这个重新改过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 它这里的配置就到这边来了。后续的话，我们主题的配置直接在这里面配置，它可以去覆盖到主题的配置，没有关系。
现在这个主题的话，基本就安装好了。我们可以尝试的去访问来看一下。访问前我们需要先去发布一下，我们用这个命令来发布一下。我们先要去生成静态文件。这个要等一会儿，它需要生成。OK， 它把所需要的文件都已经生成好了，我们再去部署一下。我刚刚测试的把子模块关联给删除掉的一个方案的话，实测是可行的。但我发现实际在 Cloudflare 去发布的时候，它应该是有个缓存的原因吧，导致 Cloudflare 那边发布的话还是会存在子模块的问题。那这样的话可能就需要去重新的部署。那这边的话我会觉得比较麻烦，所以我给大家做另外一个方案吧。这个方案也是我之前在自己搭建网站的时候用的一个方案，它就直接去控制子模块。我刚刚也把方案更新到文章中了，这个方案应该是没有问题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我把文章更新一下，这边已经更新过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创建一下这个子模块的管理文件。今天这个教程做的有点心累，我偷了个懒，我没在做教程之前自己先验证一遍。这里命令应该是又错了，我们重新来改一下。OK， 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创建出来。OK， 这里文件我们已经创建成功了，到时候在文章里面去修改一下内容，把它添加进去。我们这里可以直接用这个来编辑，直接复制进来就好了。保存一下，然后我们通过命令。OK， 初始化一下。我们跟着这个步骤一步步去执行。这里没有问题。这是我刚刚验证的时候添加了一个文章，这没有关系，我把它删除掉了。我发布看一下。我们再来看一下。OK， 我们这就成功了，它说明子模块已经发布成功了。这里的话就是一个 Butterfly 的默认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基础设置。基础设置的话，我们可以到官方的那个文档去看一下。官方文档其实还是比较详细的，我这里的话就简单说一下，因为
内容配置的话会很多，大家根据自己需要的去配置一下就行了。然后我们这里来看一下基础的配置，我们先到这个文件，刚刚打开过了吧？在这里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下这个标题。然后网站的副标题我们就可以去加一下，随便写一下，描述，就大概写一下。这里的话可以改一下自己的语言，这它默认是英文。这里如果改成中文的话，我们可以改成 ch-cn。然后这里的作者名字我们可以改一下。时区可以保持默认，它就是主机的。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整个修改的过程和内容。我们这里保存一下。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全局的变量。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主题的配置。这是一个官方的站点。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安装过程，我们直接可以去进来看一下。就跟安装家人差不多，但我的会比它稍微详细一点。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主题页面，这就是一个页面的配置，你可以根据这里的目录来看一下。然后我们这里详细的内容其实可以去，我们可以去看到主题配置。主题配置里面可能内容你们会更加关心一点。然后我们可以对照着这个文件来看一下这个主题配置的文件。我们现在还是用这个来打开看一下吧。这个配置速读文件就是对照着我们这个主题的配置文件，大家到时候可以对照着这个注释来配置。我这里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菜单栏吧，我们都改成中文，到时候方便看一点。我把这个注释删掉，我就直接删掉吧。我这里保存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把这两个配置都改过了，对吧？我们回到这边来，简单配置之后，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它，把我们的配置更新进去。这里的描述大家可以根据每一次的更新去改，我这里为了演示我就不改了。这里其实 get push 就可以了。OK， 发布成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这里有没有什么变更？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们更新的应该都能在这个页面里面更新出来，我们刷新看看。OK， 现在刷新出来了，看到了我们更新的内容、名字，然后菜单，对吧？导航栏都有了，然后我们的改的名字，小白教程，对吧？OK， 整个基础的配置就是这样。
大家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，然后按照这个教程去配置一下。如果后续在配置过程中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到时候可以留言，然后我根据你们提出的问题整合到一起来做一个教程吧。因为这个配置比较多，你要全部做的话，我感觉不太现实。到时候会抓一些重点来单独做一个配置整合的教程吧，好吧。然后现在的话，主要是给大家再来演示一下文章的一个发布。然后我们这里可以先来看一下文章发布的话，推荐大家用 Markdown 的编辑器吧。其实默认的文本也是可以的，但是相对来说，这两个软件会方便一点。然后这里的话我已经下载好了，然后分别下载了 Windows 和 Mac 系统的，我已经打包放到云盘去了，有需要的话自己可以去下载一下。我这边也大概演示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吧。我比较推荐用这个，这个的话这个软件比较强大一点，后续的很多文件都可以用这个软件来打开编辑。这里全部默认就可以了。OK， 安装好了，然后把这个一起安装好吧，然后到时候给你们看一下区别是什么。这一款的话比较轻量化，也比较简单。这些我们先不看它，这虚拟机有点卡，不等它了。那我们就先来操作一下文章发布吧，好吧？我们来新建一个文章，先通过命令来创建文章，然后它会生成一个文章的文件，这里可以看一下，是在这个目录下面，这边它会生成一个，这是初始的一个 Hello World 的页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软件来打开它看一下。这样就打开了，然后它是一个默认的参数配置，这里标题、时间和你的分类，这是应该是标签。然后这里的话，这个软件可以这样看，你就这边写的是什么？我比如说我这里来测试，它有一个大标题，然后设置一个小标题，对吧？然后这里可以改一下。OK， 然后这里的话，你在写文章的时候，再去编辑的时候，其实这种 Markdown 的格式，其实你再去编辑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，对吧？你可以选择用文件编辑好之后，直接去用 AI 去做一个转换。我大概演示一下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你到了 AI 这里之后，我演示一下。假设我这边就写了一个这个内容，我复制一下，这样复制过来是一个文本嘛？它这边就是一个基础的文本，我让它转换成 Markdown 格式。OK， 它就会直接帮你输出 Markdown 的格式，看到了吧？它还会帮你优化你的格式。然后我们这里直接复制一下，然后它直接就进来了，能看到吧？我们保存一下，保存之后我们回到这里，我们来发布一下这个文章。
历史的指定器拉一下。刚刚网络问题导致一直没有上传成功，现在 OK 了，我们再去烧新看一下，在这里刷新一下，文章还没出来，我们等一下。OK， 这些文章就出来了，我们点进来看一下，没有问题啊。大家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发布文章。OK， 那今天的教程基本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后续的话，我会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出一些相关的配置或者插件安装的教程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